然后我今天邀请他们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，因为你们算是争议中的争议的一个新婚夫妇。然后隔天你自己说，我做了什么事？你没什么事啊？不是啦，还没啦，而且做是我爸也知道我在干这些事情，他妈也知道。但是我那时候对我进蜗菌，然后就开始有那种。按订阅不用钱啦。大家好，我是车。我是 Daniel， 阿三的脸。自从2019年台湾同志婚开放之后呢，越来越多同志结婚了。然后恭喜我们今天这一对新婚夫妇来我们节目玩。他的新婚夫妇，真是很新，昨天才刚结婚。然后我今天邀请他们，我觉得非常有意义，因为你们算是争议中的争议的一个新婚夫妇。因为大家都说网黄不能结婚，然后你们这样也算个网黄，然后我就觉得可以找你们聊聊你们为什么做网黄，以及做这工作对于你们的感情影响等等，所以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意义。应该没人可以像我们这样问的，应该没有人想去上节目讲这些吧？而且又帅，没有第二对，对。不是啦，我真的是有打医美的关系才变好看的，真的。你那时候很好看，我认识你就很帅。没有，我以前说很丑。我刚认识他的时候啊，那我们先说好了，怎么认识的？我跟 Danny 好像是 IG 上认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第一次就去找他玩，看他打咯，然后就这样认识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还蛮好的，就是相处也蛮合得来的。对，这个傻蛋。那你们呢 ？IG 啊，也是 IG 吗？我不知道那时候你有没有追踪他，反正他有一次就是运动被壶铃自己砸到自己，脚受伤，对不对？我有印象，先掉了。他就 po 了一个线动，就是拍这边是爆开这样子，包扎了，就是血渗出来。然后那时候我没有跟他聊过天，好像有聊过，可是只有在讲股票，就去安心他什么？对，我就关心他，我感受关心呀。然后我现在那时候是我在要进电影院的时候，我就是看了这个线动，我就先回说，哇，看起来好痛哦。就是关心啦，关心。然后我就进去看电影了，然后理他了。对，我就没有理他，因为我就专心看电影。然后过几十分钟，电影开始，然后手机震动起来，我就看了一下，就看到他回3个哭脸。然后，但因为我不想影响到干扰到。对，然后就没有回。对，我就没有，我就已读。然后他大概过不久就跟你说。对，就是等到我出电影结束之后，我说，怎么又同一个人传来？他就说很痛爆炸。我说 OK， 他应该是喜欢我吧。好精彩这个故事，我好喜欢哦。有听过吗？没有啊，讲100年嘞。我真的没有听过，因为我没问他这个实事的问题。反正从这种小细节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对你的喜欢的程度了。因为一般人就，毕竟他一开始可能回上过来，可能是敷衍的回，就是我们对他的过不久之后，就这样还有认真在。应该说他在以前在 IG 经营的那种形象，你也不会觉得他是好亲近的人，或者说你也不敢，你也不知道跟他聊什么，只能说透过这种在脚爆掉的关系。内热啊，然后隔天你自己说，我做了什么事？你没什么事啊？不是啦，还没啦，还没对，送鸡汤啦，因为他那时候住在新安和5楼，要走楼梯上去公寓，连脚爆掉，上下楼梯没办法上去，对。聊 IG 这样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要不要下班的时候，因为我刚好要去他们家附近的诊所拿药，然后我就说要不要顺便买。我一开始是那种客气问而已，就是人家可能会说不用啦，饮料就好什么之类的。他就说那我要鲈鱼汤。我觉得这时候很棒哎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可能不要脸，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牵起一个桥梁。对，没错。他说有心要送了，不如送。对，而且你就真的是没办法去拿啦。真的，因为他就说对啊，他说外送找不到鱼汤，对，找不到鱼汤。反正我就是极地的，我就真的去开始查他家附近，真的附近还真的让我找到了。就当天就第一次见面，然后就走上去，然后就整个熊猫来了，好可爱哦。然后可是就不知道聊什么，昨天才聊天而已。对，然后他就只能对他只给人示范他的脚现在是怎样，又示范给你看当场现场，就是说他正在换药哦。对，我说干了这样，然后我就找借口赶紧离开，太尴尬了。没有5分钟而已。不是说我以为是直接做，还有说看到没有啦，没有做是隔天的事情。隔天本来我问说要不要看电影，然后我说电影院他脚放，然后当时在他家看，我还记得看那个消失的情人节 Netflix and chill， 隔天就顶着那个香飞跑的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子炮友的关系了。交往多久后才开始考虑要经营 OnlyFans？1年半。是谁先提起的？是你一开始你是想法是怎么样？我以前就是一个很思想很保守的人，传统的。你是小 S。是，希望你有3
个小孩。他这样讲，我就觉得说啊，我们有那么缺钱吗？或是说你以后就要复工了，为什么还要？你不会怕说以后旅客说，哎，导游这是你吗？现在想想没啥，真的是多想的。就是而且我觉得这样也反而是好事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就是也不 care 任何事情，也不会再有人拿裸照来威胁你。裸照，裸照好多呢。而且有一个小故事，就是我会决定做是去算八字。那个人说我的流年就是用身体赚钱，对，不管是劳力或是 body pay 什么的 body pay 或是什么都可以。你现在真的都是用谁在赚钱我是？YouTube 也算吧。对啊，是啊。那时候就想，哦，好，那就做吧，就试试看啊。它就是一个让你推进的一个动力。对，我只要做一件事情，我就很认真、很努力要去做，或者是说做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。像我们一开始就是直接露脸，直接宣传，见对，在 IG 直接这样讲。一开始也很多人都以为是开玩笑。所以你当初有跟自己怎么样拉扯吗？他在跟你讲的这段期间，跟在做之后，是我跟他说，因为在做 OnlyFans 之前，其实我是有存款的人，但是因为这3年就没有工作，所以一直在花存款。然后虽然有收入，但是收入的速度比不上你制作的速度，然后我会慌。我想说，那这样子我们都要结婚，而且我们有彼此决定要在一起了。那这东西我们不趁我们现在身材，而且那时候在我们100%之前，就是我们开始身材要变好，那时候就是趁现在不起来，这东西应该可以卖钱吧？就是想说，如果这个钱的收入、经济收入可以帮助到我们现在的生活，甚至可以帮助他们家的生活的话，因为 Daniel 是要拿钱回家的人，他养家，他养爸妈。对，他说他爸妈是没办法工作，所以他必须每个月固定拿一些钱回去贴补家用。那个钱如果能帮忙到他们家的话，我觉得也是不错，未尝不可。而且2个又都 OK。而且重点是我爸也知道我在干这些事情，他妈也知道。这么辣？我爸的时候，我连我现在老板都知道我在干这个事情。你老板是现在要因为我要离职，老板我就直接跟他讲说，我在做 OnlyFans。他知道什么是 OnlyFans？我说成人产业哦，然后就是蛮好赚，没有，我说不是因为你们的好赚，就是说我意思是说以后可能会很常出国，然后就会要请假啊，其实是想走了，他做12年了。对，而且都没换工作，很厉害。那你们家人对你们做这些行业有什么样的看法吗？或是见解？我妈是说不要学坏，不要随时拿钱回来就好。对啊，其他都不重要了，不要学坏啦，然后偷不抢啦。所以你对家人有出柜？有，但我出柜的故事也是蛮曲折离奇的。但是在讲哇，好开心有人在我频道上挖坑哦。你们觉得在一段关系之中，你们要怎么样维护彼此的感情？互相诚实跟信任是最基本的。哦，对，爱是无条件要信任的。就像我们一件事情来说好，比如说他知道我手机的密码，我也知道手机密码，但我们绝对不会去看对方的手机。你不要每次睡前趁我睡觉就滑，不要做这种事情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尊重一个人的隐私。因为说真的，人有7情6欲，就算我们现在是夫妻，好像结婚了，但我们还是可能对别人会有一些言语上的嘴炮，也不一定有真的要去做，或者是撩一下之类的。那东西看多了，你也会烦，然后加上你也会胡思乱想。你看我们基本上都朝夕相处在一起，我们连工作什么全部都绑在一起，基本上我们也没什么时间去外面乱来。现在要离职，我们走开。很惊慌，开玩笑的。我的自由时间快没了。反正我觉得抓得越紧，那反而会跑掉。就跟小时候妈妈爸爸说你不能去做，对，要去做。没有，你想，妈跟你说你不准去打网咖，会跟你说你打网咖你10点前要回来，你会不会10点回来？我会，因为我妈都已经让我。你怎么会说我会啊？就说你打死不能去网咖，你去网咖打断你的腿。跟你说好，你们一个礼拜可以去3次，然后3次不能超过10点，你会10点回来？你就会答应了，因为有开个好过没有啊？对啊，你帮我出去飞，我当然乖乖会回来，懂吗？有条件的开放这样子，不要绑那么紧。对，我觉得这我是个叛逆的小孩，就是两个讲好就好了，然后你先要讲清楚，然后规矩要讲清楚，不要跨过去来讲。有心事就要说，要沟通。一直去猜彼此在想什么，那个太累了。我们2个好就是我们睡前一定有事，一定会把东西搬出来。我觉得你这件事情不好，你知道，我说对，那我们要不要一直讲开？或者是说我洗完澡就说一般，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气氛就是怪怪的，就跟彼此有那个默契。或者是说睡前没有牵手，因为我睡前都会这样子。我要不牵手就是我在丢。对，我就说我这种有事。我懂那种感觉。但是我们的交往到现在已经下个月满2年，才快2年而已嘛，我也超过嘞。我每天睡觉都是牵手睡。那你们为什么会决定要结婚呢？就是迈入第2年这样。其实我的家庭很破碎，因为他爸爸妈妈都还在一起，因为我爸妈是离婚，是单亲家庭。其实反而结婚不在我的人生的计划范围，本来就不在，因为我觉得我家庭很破碎。结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只有坏的印象。长大也会慢慢改变自己的价值观跟想法，因为以前觉得我就是不想婚，就想当渣男，对吧？就现在就觉得遇到一个这样的对象，觉得也不错，然后一直默默的对，然后也个性也很合得来，然后他也很
就是愿意沟通，然后是可以听得懂人话的。他也说他想结婚，我本来是跟他说我们3年就至少希望3年啦，3年再看看。对，但是就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子啊，有你有我。对啊，就觉得就结婚吧。然后后来是说好，如果白趴没有吵架的话，因为算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去玩，而且是大趴。对，如果没吵架回来的话，我们就结婚。那时候我们出国时跟他讲了，然后后来真的也没什么吵，所以就结婚。我觉得这样蛮好的，因为之前上其他人节目还会被骂或者什么，可是我觉得就是大家不了解你不认识，然后这也是他喜欢你这样子啊。而且我常常在想，就算彼此2个人一直在吵，但是你们其实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啊，你也是喜欢他这一点的，所以我就觉得。爱情本来就没有谁对谁错，你们互相谅解、互相体谅最重要。因为我现在已经很讨厌人家说什么 SAJ 怎么样，我就觉得都是人家要片面支持。对，有时候你听朋友讲，为什么你要担心？你要想一下，是不是他讲是真的，消化一下，或者说就当做是笑话听听啦。对啊，有些人只会讲他对他有利的事情。对啊，你不要太。每个人都只想要说自己的好处，而且只有自己。没有人分手会讲自己的不好的话，一定讲对方怎样。对啊。然后我觉得分手之后就不需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。我最讨厌这种，现在很讨厌。那你们出国这么久，然后也是这么大方的承认彼此的感情，那有没有遇到什么路吗？有啊，有没有遇到什么歧视或是对你们有不好的一个举动？说 OnlyFans 的这件事情，我走在路上，你们这次不是去新加坡，然后你们不是有故意那个牵手？没有，他们其实没有对这个没。那个是我开玩笑在拍一个抖音的影片。一开始推特这个东西也不叫歧视，但是我那时候对我进蜗菌，然后就开始有那种别人会看你一下，然后一直都有吧？没有是因为你太壮了啦，没有，真的是因为推特开始之后，就有人会看你说推特最近有这么大声吗？没有，就你看你眼神，你可以透露出来，他就是上下打量那种。像我去那个这次新加坡的工作的酒吧，我会顺便说，这是我在做 OnlyFans 啊，然后这是我推特。我说你是谁啊？我说我是被干那个。被干那个，这样掐，就是有点他们就是不舒服的感觉。对，有点不尊重你，直接对不尊重。1边100，你刚摸2下，100会太少，没有了，好几遍。目前我遇到的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你有吗？我还没有碰。然后我第2次我就挡开说谢谢，他第2次来说就把手抓起来这样反手。那你面对这些事情要怎么样去回应？像摸我就这样子，推掉啊。对啊，我说你赶快订阅。大家对于自己的身体都有自己的自主权。我们在拍这个不代表说你可以让随便摸好，摸要加钱。网这件工作呢，有对于你们的感情有什么样的影响吗？更好啊，你更好，因为每天就是想在一起干嘛？然后今天心情不好，想就说张队，那个OnlyFans拿来干嘛？今天多几个就是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2个交往这2年以来，有在对方身上学到什么？学到就是要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像他就是他想要什么，他就是很直接，他不喜欢什么，喜欢什么都很清楚。就我希望有一些灰色。对，但我以前是那种以前会比较好，但是我不敢，对，我不敢拒绝别人，不好意思。跟我一样。对，但其实你要学会拒绝别人，你才可以更认识自己，更爱自己。因为有些事情可能是你本身不愿意，不想去做的，对，你就勉强自己。在你上学的时候，没有没有吗？要 be nice 啦。我跟他在一起之后，我人变好了。对他有相由心生，然后就说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，看起来比较 peace。那天多拉跟我说，我在运动的时候，多拉看着我说，安德烈，我说怎么了？你现在的眼神好清澈。我说你真是多邪恶。对，你为什么会这样讲话？你很厉害耶！你的眼神好清澈。我说我以前是多邪恶，是多淫秽。我就问你，你的保护色吧，就像你说的，现在大家看到他也不敢做任何举动。没有，我本来不需要说脸就这样。好啦，以上这集就是安德烈跟 Danny 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还有感情上的一个分享。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主题，就是让大家知道工作没有分贵贱，也没有分什么他做这个就是不好，大家都对于自己的身体有自己的自主权，然后也要尊重每个人的彼此，然后希望大家越来越快乐，越来越开心，然后更多爱，真的。谢谢你们2个来上我节目，然后这边喜欢没想到先左上角他们去开始动，拜拜。然后记得去追踪他们的 OnlyFans，推特啦，推特可以看预告。